父亲说，江湖中最重要的是朋友二字。我不知道对不对，因为我不懂江湖，更不愿意交朋友。我只知道，父亲就是被他那些最好的朋友给逼死的。都说真正的朋友是以道相交，可这一方江湖却各有各的道。他们说，一个人的一生会死2次，一次生死，一次冥亡。他们还说命大于命，而我的命是魔教之子。烛龙七寒门，光耀犹旦开。日月照之不及此，北风豪怒天上来。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把车里的宝贝给我交出来！追了半天，就为了一个死人？什么死人？江湖上都传开了，有人从寒水寺里运出了一尊黄金棺材，里面装有可以称霸天下的武功秘籍，数以万计的黄金珠宝，还有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。派你们来的人，没有告诉你们我是谁。3步唐门，1步阎王，也好，死得糊涂，倒也少些恐惧。你是唐莲，蜀中用毒高手，唐门暗器之神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给他加那么多前缀干什么？他说他是唐莲就是唐莲呀。老大，到，干他！是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赶紧把宝贝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我就死定了。你就死定了。废物，一起上！再来！哎，打劫呢，走快点儿！
中二人讲点江湖风范行不行？你有风范呢，冒充别人。好枪法！你也不赖。不用谢。500两。什么500两？你砸了我的茶具，毁了我的招牌，又放跑了我的驴，算上零头再凑个整，500两。喂，还钱！我没钱。江南霹雳堂子弟，你说你没钱？你是雷家堡的人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，雷无杰。放心，这次是我偷跑出来的。等我到了雪月城，就有钱赔你了。雪月城倒是个有钱的地方。为了防止你赖账，我要与你同行。但我从未去过雪月城，恐怕得找一阵子。找？有雪月城枪仙之女司空千落在。什么强仙之女？本小姐行走江湖，从来只用自己的名号，狂暴银枪，司空千落。哇，好响亮的名号！我要去雪月城拜师。大师姐好。你又是谁啊？萧瑟，一个江湖消息灵通的客栈老板罢了。大师兄，披风、斗笠，还我！哎呀，我等会儿再还你。哎，大师兄，我一心想闯荡江湖，可雷家就是不让我出来，我就借大师兄的身份和马车一用。你那是借吗？我刚到雷家堡，水都没顾上喝一口，马车就被你偷了。还有，别叫我大师兄。哎，好的，大师兄。哦，对了，大师姐在呢。大小姐，你偷偷跑下山，三师尊可知道？凭什么你就能出来做任务，我就要在雪月城守阁啊？这么的吧，师兄，咱俩比试比试。若是你能赢得了我这杆银枪，我就跟你回去；你要是赢不了我，那个东西由我来护送。你干什么，唐莲？通知师尊，千落大小姐上山入匪，不用担心她。你给我等着！刘无极在，赶紧回你的雷家堡。大师兄，我才刚从雷家堡出来，你就让我再历练历练吧。再说了，这一路凶险万分，多个人多个帮手嘛。不用。哎，大师兄，哎，肖老板，人在江湖中，相遇便是缘。哎，走吧，我要给你啊拿银子去。走，走。守护好我的东西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三顾城，美人庄。三顾城既是边境，又是自由贸易之所，每年都有各国的商队、官使经过往来，也隐匿着各路高手和逃犯。而这座城的核心便是美人庄。哇，这么混乱的地方，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因为三顾城的美人庄是前往西域32佛国的必经之地，九龙寺的人要在这里与我接头。在这儿接头，你就不怕出什么事儿吗？莫非在这美人庄里
有你熟悉的人？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便是这美人庄的庄主，天女蕊。蕊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、最善良的女子。黄金棺材本是秘密运送，有人大肆放出消息，引得各方势力纷纷争夺，害得莲陷入多少危险之中。美人庄这几天也涌入了不少杀手，都是冲着黄金棺材来的。一想到莲吃了那么多苦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不是我，消息是从宫里传来的，咱家也不知道是哪个杂碎先传的，就跟着随声附和了一声。谁叫咱家消息灵通，又知道唐莲要来这美人。等一下，六皇子，我知道六皇子的下落。三顾城中红尘巷，而这美人庄，不仅是销魂蚀骨的温柔乡，也是帝国数一数二的赌场，鱼龙混杂，水深莫测。哎，公主您稍等啊。是你的公子。陛下下封严谨，若让千虎师叔知道我来这种地方，他一定会使出五雷天罡拳打死我。好嘞，这就来。放心吧，雷千虎不会打死你。对了，你说九龙寺的人要与你在这里见面。这九龙寺是边境的第一佛寺，莫非这棺材里面装的是什么王侯将相要去圣地超度？师尊只让我把棺材送到九龙寺，另外还叮嘱了我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打开棺材，或者试图对棺材感兴趣。走吧。哎，那我们带着重宝进来，岂不是很危险？5年前，萧楚河被贬出天启城后，就音信全无。就前2天，有人在红炉镇见过他，他在镇上刻了一块招牌，招牌上还写着雪落山庄。一块招牌，如何判定？招牌的材质特殊，除了当年的琅琊王，就只有六皇子萧楚河有。这事儿就只有咱家我一个人知道，还求天女饶我一条狗命啊！确实是重要的情报。按照美人庄的规矩，你可以走，但你的眼珠子得留下。莲，莲，蕊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打打杀杀了吗？这是美人庄的新项目。赵公公的眼部护理还没有体验完，把他带去雅间，一定要温柔一点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啊，不去啊！莲，距离我们上次相见，已经过去16个月零7天了。蕊，你记错了，是16个月零8天。蕊，其实我这次前来主要是为了……放心吧，我都知道了。我会帮你拖延出时间，等到你的接头人。小
这位公子包了场，赌生死局。让我做庄可没说拿命赌啊！你的脸看起来最会骗人，又有我唐莲给你护法，来路不明，最能唬人。老子走南闯北，什么宝贝没见过，还要拿命来赌？骗谁呢？谁呢？什么宝贝？黄金棺材，黄金棺材！这也就完了，在你们这儿。彩头你们都看到了，想要的人实在太多了。这位公子没有功夫一一应对，赢的人才有资格上这赌桌。黄金棺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，与其遮掩，不如拿它当个彩头，清走一批人。什么生死局？不过是想拖延我们时间，互相残杀罢了。宋大哥，天下无双城也对这棺材感兴趣？乌合之众，你们连这棺材内藏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想来争抢？哼！听说是本绝世秘籍，又或者是个绝世美女呢？这棺材里藏的是魔教之子。12年前，魔教东征失败，魔教之子留在北离当做质子。罗刹堂的秘术学成一门便可平步江湖。据说这魔教之子身负罗刹堂所有秘术，一旦放出，可能就是江湖浩劫，不是天下浩劫。不能把他撞出来啊！在下今日便将这罗刹堂的秘术归还给天下各宗。这质子，今日便由我天下无双城带回看管。不想惹麻烦的，请赶紧离开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应该把这天下二字去掉。我们敬你是前辈，给你一个面子，叫你一声宋大哥。这彩头我是要定了。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就别插手了。无双剑侠。叶姐姐，千落，你怎么跑来了？我跟我爹吵架了，就想着出来透透气。我想，你也是为了黄金棺材来的吧？什么狗屁无双剑侠！无双剑侠，100年间无人能开的剑侠，想不到这一辈的人居然能运用自如。还不快滚！快点！好内力！敢问前辈名号？天外天，白发仙。早在12年前，那可是个镇得住的名字。魔教，师父。有意思，居然有人还记得我的名字。魔教的人竟敢踏足我北离！唐莲，无论雪月城和我无双城之间有何争抢，黄金棺材绝对不能落入魔教的手中。云梭、青霜、绕指柔、玉如意。
小鬼，报上你的名号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还有4大境界：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、玄游神境。这白发仙的武功，看来已经进了逍遥天境了。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黄金棺材！哎，大师兄，小四，走。诸位，今日我们定要统一阵营，铲除了这魔教余孽。废话少说，今天既然这里是生死局，那就让我们来赌一把。怎么，你们怕了？今晚美人庄最重要的事，乃是在下的生死局。若白发仙感兴趣，那我萧瑟奉陪到底，请。3个6，我压大，压定离手。公子要改吗？改？赌博最好玩的乃是一个赌字。你知道赌局的必胜之法吗？就是先自己会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一把算你赢。接下来，我们赌一把人性。黄金棺材和天女蕊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杀了天女蕊，黄金棺材便归你；不杀，黄金棺材便归我们天外天所有。一个是最重要的任务，一个是最心爱的女人。还有谁要下注？不愧是魔教，只可惜莲的心里装了太多东西，每一样都比我重要。装什么装？你比谁都更想知道答案，难道不是吗？莲，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很重要，不必顾及我的感受。蕊，我……唐莲，你还真犹豫啊！没事吧？火灼之术，
以燃烧内心心柴来获得短暂神力，而你的心柴又能坚持多久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自量力。对不起。三步剑。跟着我，调整呼吸。你是谁？大将军叶笑英之女，叶若依。今晚这美人庄可真热闹啊！看来这就是传说中一舞惊魂的若依剑舞了。消息虽真，可还不确定是不是他。你身子虚弱，就该养着，少操些心。你们玩够了没有？师傅，像，太像了。闭眼，不能看他的眼睛。心魔眼，罗刹堂秘术之一，可窥他人心魔。那些因为太过痛苦而被遗忘的往事，也会瞬间记起；被窥探之人，也会瞬间幡然醒悟。但更多的，都将沉浸在心魔之中，痛苦自尽。你想干嘛？我看着二位像好人，小僧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二位可愿陪小僧一同前往？什么地方？不去。哼，口是心非。没工夫陪你们玩。我杀1人，能救1000万人。纵使这人无辜，你杀是不杀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他们杀了我阿弟，我要把他们全杀了。
你说这魔教之子怎么是个和尚？12年前，魔教与北离签订锁山河条约，魔教中人12年内不得踏入北离一步，并以魔教之子为质，后被寒水寺忘忧大师收养，取名无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魔教的人都来抢他呢。有人担心无心重回天外天，会带领魔教卷土重来，所以要杀了他。也有人觊觎他身上所学的罗刹堂32秘术，所以要抢走他。你说他一个人学了32门秘术？这么厉害？不对，那他怎么会被关进棺材里啊？在下无禅，接引来迟了。大和尚，你可把我们害惨了！那魔教之子这么危险，干嘛要费尽周章的把他运到那个九龙寺去啊？司空千落，你没回去？你那个鸽子已经被我炖了吃了。你别你了，大师兄，反正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去。好，你的账我日后再算。无禅大师，请继续讲。3日前，寒水寺忘忧大师突然圆寂，江湖传言是其嫡传弟子无心突然闯入，导致忘忧大师走火入魔而亡。忘忧大师可是天下禅道第一大宗，肯定跟那个大魔头无心脱不了干系。我虽不信江湖传闻，也不信无心师弟会做出这等残忍冷酷之事。可锁山河之约期限将至，朝野上下愈发不安。忘忧大师又突然作画，那么多江湖人士，抢一个和尚干什么？连无双城的人都来了。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也不是师弟的对手，又怕惹怒了他，会让寒水寺遭受血洗之灾。幸有九龙寺大觉禅师传授了天罡点穴之法，以忘忧大师入藏设局，才让无心入关。无心师弟，送师父最后一程吧。和尚。阿弥陀佛。黄金转轮关能闭塞气脉，封绝功力。小瑟，小瑟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刚刚在场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只带走你我？不会要拿咱俩祭天吧？哦，对，也可能是要当人呢？
人去哪儿了？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的！小僧若想杀你，方才在美人庄就可以动手，何必等到此时呢？那你想干嘛？施主方才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此刻那道真气依然在施主体内乱窜。我奉劝施主，此刻不要急于运功，否则两道真气在此内相冲，势必伤上加伤。接下来呢，前路遥远，小僧可用流转之术，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你要给我疗伤？老和尚说过，心有玲珑，便可与自然相合。倒真没有骗我。小僧，你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想不到你这人还怪讲武德的。你是想先治疗好你的对手，然后再进行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。好，来吧。小僧无意闯荡江湖，也不信这江湖上有什么公正可言。小僧说了，只想让二位陪我同行去一个地方。以你的武功，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怎么偏要带上我们二人？这一路上好无聊啊，随便抓2个人说说话吧。你要是和一群和尚共处12年，你也会闷死的。我们跟着他，然后盯着他，防止他做坏事祸乱江湖。真是个小憨货。走啊！啊，走。走吧。哎，走了。既然2位答应与我同行，那我们就算同伴了。不知2位姓名呢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。萧瑟。赤王萧雨，白王萧宠，永安王萧楚河。太子之位一日不定，这江湖也一日不宁。乱，才能重新洗牌；江湖不宁，杀手才有用武之地，不是吗？暗河大家长苏沐雨。我要让暗河成为真正的武林门派，而不只是躲在黑暗中的杀人工具。你我合作，各取所需。既然要合作，就得拿出些诚意来吧。魔教之子，意下如何？四蛇，这林子怎么越走越黑啊？什么人？看来
高手啊！你们先撤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喂，你们还真走啊？你。 可惜让那个和尚跑了。小兄弟，告诉姐姐他们的下落，姐姐就放了你。就算我知道在哪儿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你，没想到你还挺有骨气的。要不是你多事，和尚也跑不了。谁？ 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倒不如把你烤了吃了。外焦里嫩，真香啊！尝尝。 小僧吃素，你就别装了。小僧虽不持戒，但也是修行中人。爱吃不吃。小瑟，还在这吃烤鸡呢，不就雷无节了？你知道抓走他的是什么人吗？谁啊？暗河的人。 暗河是天下第一杀手组织，杀手排行榜独占前8。大家长苏沐雨座下有直属杀手朱影团，方才抓走雷无节的，便是其中的四蛇。四蛇，怪不得看他长得那么妖艳。我看见他把雷无节抓进地牢了，就在附近。那你这个当大师姐的，怎么不去救啊？我自然是要去救他的。 不过，他们把守人太多了，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。我又不会武功，我若去救，只会白白丢了性命；不去救，最多损失500两。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啊？雷无节认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。我当他的债主也是够倒霉的。 没兴趣当他的救命恩人。小僧倒是有兴趣。这两个不讲义气的家伙，居然丢下我跑了！不要叹气。谁？少年英雄，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，怎落得如此唉声叹气的模样？把酒当歌，我如今都沦为阶下囚了，哪还有酒？酒？哎，兄弟，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小兄弟，我们同为阶下囚，若不嫌弃，不如共饮一杯。好啊好啊。
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，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，没想到在此碰到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。缘分呐！好酒，就是不够烈，没有老曹烧好喝。不知小兄弟为何被抓到这里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和尚。哼，和尚？一个臭和尚。阿切，哎，你打算怎么营救？他们的目标是我，我先自我现身引开他们，你趁机救人。行。那你呢？靠击，等你们凯旋。哼。我的鸡！凭什么你一个人享福呀？一起去救！鸡！他叫吴昕，听说好像是忘忧大师的弟子。好多人都说他是魔教之子，邪得很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刚才光顾着说我了，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呀？哼，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兄弟，你喝多了吧？你要是皇帝，那我就是剑仙了。好，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就封你为剑仙。剑仙可不是皇帝能封的。殿下，那个无形和尚他自己闯进来了。哎，喂，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后会有期。兄弟，你别慌，我朋友肯定会来救我们的。你听到没有？没想到你居然主动现身了，就是为了救那个雷家子弟雷无节。你长得真像他，可你得到了他更多的关爱和陪伴。你认得我？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第7位皇子，我同母异父的兄弟。我是真想见见你。母妃在我1岁的时候被魔头叶鼎之诱拐，生下了你这个小魔头。之后，母妃得知我病重，便不顾一切地从叶鼎之手里逃回皇宫。最后呢，母妃回到了皇宫，重新成为宣妃。叶鼎之却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真是可笑啊！可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两情相悦，十分恩爱。那些江湖人士逼迫父亲自尽，母亲也被囚禁于宫中。若真是如此，他怎么可能放弃和叶鼎之私奔的机会，看着叶鼎之去送死呢？而且，你在寒水寺孤苦了12年，他可一次都没去看过你。你无非是想说，在他的心里面，你和你的父皇更重要。其实争论这些都毫无意义。你来找我，恐怕是另有目的吧？他抛弃了你，可我还想认你这个弟弟。你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而我正好需要天外天的支持。只要你和我结盟，天下唾手可得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是想让我帮助你登上帝位，可惜啊，我并不想回天外天当什么少宗主。对这天下之主的位子呢，
也不感兴趣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想不想见一见我们的母妃？母妃江湖出身，身在后宫，人微言轻，母凭子贵。如果我登上皇位，母妃自然是后宫之主，到时候你可以随意进宫去看她。小僧是出家人，心情早已是身外之物，四大皆空，心无挂碍。我知道了，你恨他。如果你能帮我，我可以帮你杀了他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啊？你要是真想杀我，方才一见面，你便可以使出那招心魔引了。小僧若是杀了你啊，恐怕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殿下，外面忽然来了好多江湖人士，你还是避一避吧。都是来抓小僧的。看来，你不只是来救雷无节的。这一路上呢，遇到好些个尾巴，要是挨个处理呢，小僧累都累死了。倒不如凑一块儿，热闹热闹。好，我们走。啊！回来！哎呀，怎么了？你知道雷无节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瞎带什么路啊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？不知道。那叫我回来。想知道还不简单？小行货！哎，我在这儿。哼，听得到吗？来了。我以为你有多聪明呢。看得见吗？啊！哎！小行货，这就来了。还好吗？让开！不好，我。大师姐，小瑟，你们是来救我的吗？不然呢？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都是些江湖上的朋友。你们果然是来救我的，叫了这么多朋友来。跟他没关系，跟我也没关系，是和尚的主意。他说他去引开他们，让我俩来救你。那和尚，他也来了？那他人呢？我没事。和尚，走吧。施主请淡定。淡定什么呀？你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好和尚。你们能来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赶紧走吧，有在这儿打架吗？哦，对，走。我还要拿下我的纱布剑。哎，不走干嘛？留着打架呀？行货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我在牢里，我真的很憋屈。哎，和尚，谢谢你救了我一次。哦不，是2次，2次。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你。不必了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。是，但还是谢谢你。一个小夯货，也不想想，你是因为谁被抓走的？不对啊，他救了我也是事实啊。他不过是想接暗河的人，
清掉自己的尾巴。尾巴？什么尾巴？又来一个小夯货。你才是小夯货呢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终于追过来啦！简直胡闹！不信！无禅师兄，你的天罡点穴之法对我没有用。不可能，那日你分明就……师兄们怕我，防我，处心积虑地骗我入关，我怎能不配合呢？我早就该猜到，以你的功力，能让你入关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是自愿的。无禅师兄啊，骗我入转轮关这些天，连边境还没赶到，还是我自行方便一些。我奉劝各位，别再跟着我。继续我们的旅程吧，二位。怎么又把我丢下了？大师兄、大师姐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肯定会追上你们的。想不到吴心已修炼到了这种境界。倘若他真的要血洗江湖，恐怕已无人可以拦得住他。这半山坡上不是有间草庐吗？怎么不去那儿休息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太冷了。明日还有路要赶，今天就先在此地对付一宿吧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怕那个草屋附近有鬼，不敢去吧？哎，和尚也会怕鬼？这世上没有鬼，有的只是别人想见而见不到的故人。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一句都听不懂。哎，小四，你呢？挪过来，靠我。走了。啊？走。哎，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
出来吧。这里是有你的故人吗？小的时候，这里是一片花海。12年前，各大名门正派毁了这一切。你说的是7大高手围攻魔教的那一次？他们当年围攻的那个人，就是我爹，叶鼎之。那你这次回来是想要报仇？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不会报仇？来，你也想家了？我没有家，只有一处客栈罢了。小子，你说他会不会真的在江湖上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啊？你觉得呢？可我觉得，吴信他不是坏人，要不然他也不会3番5次的来救我们。在我心里，他已经是朋友了。不是坏人，也未必是朋友。吴心和尚没抓住，你我之间还有合作可谈吗？吴心虽然逃了，可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，他身边跟着的2个人，一个是雷家堡的弟子，而另一个是个身份神秘的客栈老板。与本王何干？他叫萧瑟，姓萧？难道是萧楚河吗？除了姓名，萧瑟的一切无迹可寻。他就好像凭空冒出来的。你说，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过往忘得干干净净？哪怕是有一丝一毫，都会颠覆我的继位大计。找到萧瑟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再往前走30里就是木良城了。看给你激动的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淡定啊？木良城哎，天下4大名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那可是和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。一座没有人的鬼城，有什么好激动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谁人不知这木良城中只住着一个人，可就是这一个人，就能让木良城跻身于江湖4大名城，那可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哎，来都来了，我们去挑战孤剑仙。不去，不去，小行货。你知道木良城有多危险吗？每年进城挑战孤剑仙的人，少说也有110个。你看哪个回来了？对呀，说不定那城里是世外桃源，他们都舍不得出来了。内奇，我去方便一下。
你可下了一步险棋呀！见过师傅。积雪说你是为了500两银子出来的。什么事都瞒不过师傅。你可想好了，那条路一旦走上，就不能回头。失败了，可是会死的。那又如何？徒儿命大，现在还不是活蹦乱跳的，站在师傅面前。你的心思，我都明白，不用试探我了。那日废你武功又重伤我的人，我已知道是谁了。是何人？是白王背后的怒剑仙延展天，还是赤王背后的孤剑仙洛清瑶？别猜了，今日我把白小棠的无极棍传给你。当你想好是要做永安王萧楚河，还是雪落山庄的萧瑟的时候，再来寻找真相吧。雷无节呢？这小行货肯定是去木良城了。小心！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暗河的某兔。追！你说这暗河杀手，为何都冲你而来？哎呀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进城或许能有一线生机。
这木良城也真是奇了，看似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我怎么总感觉有好多双眼睛盯着咱们？这个孤剑仙有点意思。唉，看来啊，我们得小心了。怎么不早点提醒我们？我被裹成那样，我还你们没听到吗？谁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？啊，那给我急的，我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提醒你们，提醒你们。雷家堡雷无节前来拜访孤剑仙。拜访啊！哎呀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随便坐，随便坐啊！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。哎呀！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尝尝这个，周乎不周啊？啊，来，尝尝这个果子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也来个。多谢施主啊。骆大叔，你这多久没来客人了？是有些时日了。哦，喝茶，喝茶。这孤剑仙好像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，还挺热情啊。茶。啊，喝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骆大叔，哎，我是雷家堡弟子雷无节，要去雪月城拜师。
雷无节？啊，我认识你，你父亲是这个柱国大将军雷梦沙。我小时候，不是，这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你不记得了？是吗？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我的2位好朋友，这位是客栈老板萧无心。哦，萧老板。啊，寒水寺小和尚，无色。你跟叶鼎之是什么关系？叶鼎之是我的父亲。像，太像了。虽不想承认，但叶鼎之确实是个汉子。骆大叔，我想问，这外面都是什么情况？啊，这是影宗的防影术。当年还在影宗的时候，我是影宗宗主最器重的弟子。文君是我的小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之女。她曾是多么明媚的女侠客啊！桀骜不驯，策马驰骋，爱恨分明。可是，还是无奈嫁到了皇宫。我也曾带她逃跑，但最终还是为了影宗回去。我希望文君能过上他喜欢的生活，哪怕他爱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我能理解。这么多年都没人聊天，肯定憋屈死了。啊，吴昕应该最清楚。哦，文君喜欢热闹，我就建一处没有人也可以热闹的城。这木良城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为了文君。很多人都说木良城是鬼城，没想到是这个原因。他当年究竟为何舍弃我父亲？他爱叶鼎之，也只爱叶鼎之，但叶鼎之没有护他周全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要不是他的出现，根本就不是这个结局。叶鼎之东征失败自刎后，文君就不再见人，他整日在皇宫里吃斋念佛，为死去的亡灵祈福，也为怀念他。12年了，他从未看过我一回。你娘她肯定有自己的考量。叶鼎之的事，本就是皇帝的心结，而你的存在，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皇帝他被背叛的事实。你娘她不去看你，也是为了保护你啊。我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当时叶鼎之败在天启，你说这不卖给谁？我的确带文君去草庐找过他。那是因为，我希望叶鼎之能带文君走，逃出囚笼般的皇宫。可我又怎么忍心看着心爱的女人跟着别的男人走？小心！叶鼎之，文君。
谁知叶鼎之竟会挥刀自刎，本君只能被迫重回皇城。叶鼎之，他就是个懦夫，他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，辜负了文君对他的爱。他没事吧？聂娘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女子，她本该有幸福美好的一生，可她被太多事困住了。你又何尝不是被困住了呢？走吧。你来看，这是我为你娘特地准备的。好玩吧？啊！哇！这些年来，你过得太辛苦了。小子，我现在怎么了？他不会是哭了吧？无父何户，无母何事。这和尚平日看起来超凡脱俗，无牵无挂，可终究还是放不下。你怎么这么懂？难不成你也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？殿下，殿下，对不住了，六皇子殿下，您母妃得的是疫病，皇上千叮咛万嘱咐，绝对不能让您进前啊！我已经1个月没见我母妃了，求求你！楚河，身为皇子，怎能轻易向人说求呢？父皇，你让我见母妃一面，以后我都听您的。启禀陛下，淑妃娘娘红了。知道了，去准备丧仪吧。是。你要坚强一些，不然朕日后如何放心把这江山都交于你？哎呀，洛前辈啊，晚辈有一件事不太明白。啊，你说吧。这城中的一切都与宣妃娘娘有关，可见前辈对她用情颇深。而如今天启局势，诸皇子相争，白王背后有怒剑仙，赤王背后有你。若您出手扶赤王上位，那宣妃娘娘在宫中也不会这么辛苦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几年前，六皇子被贬出天启，若在途中将其击杀，扶赤王上位，那天启的局势也变得简单的多了。小子，你找错人了，你要的答案不在我这儿。名声、地位、财宝，这些都不是文君想要的。他至今还在为东征失败带来的灾难而愧疚。叶鼎之犯的错，我不会再犯。我只想守好这座城，守好易文君。哎，雷武杰喝醉了，快去看看吧。哎。喝。
这小行货，哎，没心事是真好啊。你又有什么心事啊？我自然有心事啊。我身为魔教之子，应当备受瞩目。可你身为一个落魄的客栈老板，却让一个暗河兴师动众的追杀，无视小僧，真让小僧心烦呢。你这和尚，舌根底下倒像是藏了800句谎话。你又何尝不是？萧瑟的名号，可掀不起这么大波浪。名号，只会招来杀身之祸，会让兄弟之间反目猜忌，无尽的仇恨。我想，你比我更清楚。确实，曾经我还是个小和尚的时候，还不太明白。有一年啊，我随老和尚去天齐讲经，我迷恋市井迷了路，所有人都因为我的身份而欺辱我，但却有一个人站了出来，向我伸出了手。他就是魔教之子，打他！你怎么还不出手？走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带你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耀眼的少年是北离的六皇子萧楚河。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突破自在地境了，我是不是北离的第1天才？还有一个人，也是13岁，入自在地境。那个人是谁？六皇子萧楚河。萧楚河。后来啊，琅琊王被诬谋反，整个朝堂上下无一人敢为其发声，只有萧楚河站了出来。即便他被贬出天齐，也未曾后退一步。那时候，我就觉得六皇子萧楚河有情有义，即便失去所有名号，却依旧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。无心大师所言极是。对啊，就像现在你只是一个落魄的客栈老板，可本大师也未曾嫌弃你啊。你这和尚。到了天启城，若是见到你娘，和她说洛清扬会一直等着她。罗大叔，你这样太可怜了，何不出城好好生活？这么多年，你师妹兴许早就把你给忘了。这就是孤剑仙的实力吗？走走。哎。萧老板，请留步。暗河的四蛇怎么又来了？我没雷无节有钱，也没无心的武林秘籍，不过就是帅了点儿，也不至于你这么跟着我不放吧？谁让你姓萧呢？你这条臭蛇，那天下姓萧的人多了去了，你怎么不去杀他们呀？就你话多，我呀，早晚要把你扛。这是在做什么？憨货，他这不就是在跳舞吗？这，他不会是在勾引你？
这个必要吗？任务完成了，撤吧。小瑟，小瑟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又护住了他的心脉，但最多只能撑3日。3日之后，如果还得不到救治，他会……那怎么办？如今之计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道去南门的雪月城。雪月城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雪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是药王传人，现在去还来得及。你们先行一步，到城门口等我。好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办。玉。是霹雳子，还未走远。我去前面看看。哎，师兄，你是在找我吗？无心。我一个朋友因我受了伤，我需要带他进雪月城治病。朋友？你是说被你拉去同行的那2个人质？既然同行，即是同命。你应该知道雪月城里有哪些高手。九仙百里东君、枪仙司空长风、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这些都是当年围攻我爹的人。以你的身份，进雪月城等于自投罗网，恐怕刚一进城就会被抓起来。这不正合师兄的意吗？师兄们当初把我关进黄金棺材里，不就是怕我不肯乖乖地跟着雪月城大弟子唐莲走？师弟，师兄无需多言，我会去你想让我去的地方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完成。师兄这次可愿信了？我信你。只是这雪月城，就非去不可吗？唉，萧瑟是因我才受伤的。老和尚常说凡事皆有因果，我可不想背上这笔债。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？唉，这一路上找我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想让师兄帮我引开他们。师兄不会拒绝吧？那你呢？怎么进雪月城？我自有办法。大师兄，怎么样了？我找遍了这附近，都没有发现无禅大师的踪迹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莲，我方才得到消息，
说吴昕正在前往西域32佛国的路上。他一个人？是。看来无禅大师应该是找他去了。那雷无杰他们呢？怎么还不来？你走啊！和尚，哎，和尚，你帮我扶一把。你这身行头哪儿搞来的？这就是天下第一城，这雪月城怎是如此寻常景象？雪月城也分内城和外城，这只是雪月城的外城，过了登天阁，才是真正的雪月城内城。这武林天下第一城，怎么会那么好见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想救萧瑟的话，就必须登这登天阁了。这登天阁，每一层都有雪月城的高手守阁。若想闯过这登天阁，比登天还要难。那又怎样？我现在就去闯这登天阁，我肯定会治好你的。这个小好货。喂，我现在可是女施主，这样不合适吧？那你今日就当做是我的夫人，唉，善哉，善哉。又有人闯了，这登天阁多少苦练数十年的江湖老手都闯不过去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竟然上去了。这小子叫什么来着？听说姓雷，叫雷无什么？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子弟啊！哎，等等，你看，哎呦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！和尚，雷无杰闯到第几层了？12层了，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。不过，前5层守阁的都是雪月城刚入门的弟子，第6层到第12层是1到3年的弟子，13、14层是3年以上的弟子，15层是守阁长老。看来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雷家堡雷轰门下，雷无杰前来闯阁。雷无杰，雷轰，太好了！我早就想打听雷门四杰的故事，是不是雷轰派你来的？他是不是喜欢雪月剑仙李寒耶？还有那个雷前武的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八卦啊？我是来闯阁的，不是来跟你聊天的。想闯阁很简单，我们来比比谁的运气好。怎么比？出仆、六博、牌九、宣和、马吊，你选一种。可这些我都不会，我只会武功。这是我的阁，如果你不想比的话，就下去吧。哎，别！哎，阁主，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掷骰子猜大小，怎么样？够简单了吧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可是我没带银子。那这样，你每输一局，就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怎么样？不对，你休想在我这打探我师父和师叔的八卦。那你每输一局，就挨我一掌，如何？没问题，我接过无双的剑，还怕你的掌？来。我压大。再来。这次我压小。
再来。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小。兄弟，没事吧？掉下来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那么多摔下都没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么高掉下来，一点事都没有啊？没见过呀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大家都散了吧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。我听他们说，有个姓雷的红衣少年在闯登天阁，猜想可能是你，就过来瞧一瞧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哦，我没事，没事，就是那个13层的守阁人，他怪得很，非要跟我比什么赌术，我又没有大师兄听风辨位的本领，也不如萧瑟聪明，我就只能瞎猜了。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吧。也未必是你运气不好。他是千门尹落霞的弟子，必是出千了，你又毫无防备。对呀，那小子他肯定有问题。对了，萧公子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？萧瑟受伤了，我这次闯阁有一半的原因也是因为他。只能撑几日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大表姐，我们在路上碰见的。萧瑟受伤，多亏了她呢。萧公子伤得很重，表姐有如此神通，想必内功十分深厚。叶姑娘也略通医术。不过是久病成医。叶姑娘，你得了什么病？我只是先天心脉不全，所以一直在三城主这里调养。那三城主现在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找到三城主，萧瑟就有救了？三城主前不久出城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我先传书给千洛，或许他能找到。那就有劳叶姑娘了。救人要紧。表姐，我那里有些丹药，兴许有些效果。萧公子这几日吃的是什么药？每日醒着的时辰有多少？这里有1碗有毒，我们1人1碗，再赌一次运气，刺激！我跟你赌。哎，我打听过，你这一路走来一次都没有赢过，连无双城那小子也没打过。我承认他确实很强，不过下一次遇到，未必会输。有可能会输得更惨。听说你不光武功矮人一截，情场也落人之后啊。那又怎样？能遇到他，就是最大的运气。可我听说，叶姑娘喜欢那位姓萧的朋友啊。没想到你不只爱出老千，还这么爱八卦。你呀，还是先想一想，你自己该怎么办吧。
原来你这么贪生怕死啊！不敢喝也算数。你这酒里都没毒吧？我可是雪月城的守阁人，你真敢往酒里下毒啊？为何不敢？我们雷家堡家风严谨，我说它有毒，它就有毒，还不快把解药给我！啊？没有解药？什么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这里面都是泻药。不错。太幸福了！谁？大师姐，你老盯着我的叶姐姐看做什么？你还看？想也不许想，门儿都没有！大师姐，给我点面子。我听说某个臭小子趁本小姐不在，一口气闯了13层。你和萧瑟不是被那个大魔头抓走了？我们半路遇到了暗河追杀，那个臭和尚只知道管自己死活，丢下我们就跑了。放心吧，他跑不了。大师兄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，追去西域了。还真让他蒙混过去了。啊，是吗？嗯。那这魔教之子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。到时候让32佛国那几个高僧联手去除他身上的那个禁术，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和尚了。那也不一定。雷无极，你不对劲，你怎么突然开始帮他说话了呢？有吗？嗯。这不是最好的情况吗？萧瑟呢？那个讨厌鬼，不追你要债了。萧瑟受了重伤，他这次就是为萧瑟闯阁的。萧瑟受伤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叶姑娘不已经给你飞鸽传书了吗？叶姐姐，萧瑟伤哪儿了？伤得重不重？人在哪儿啊？很严重，所以我才传书给你。只有你能找到3成处。可是你没跟我说受伤的是萧瑟呀。好姐姐，你快带我去看看。我看你才是不对劲的那个吧？你不是向来最讨厌萧瑟的吗？怎么这么关心他？要你管！快带我去！哦，走。和尚，我手麻了，来帮我翻个身。我又不是你的奴仆。唉，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！你的孝子啊，亏你闯阁去了。哦，
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你这和尚太狠心了。小僧金贵得很，我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我是不会帮你翻身的。萧瑟，在这。萧瑟脉象不稳，你扶着他，我给萧瑟顺顺经络。雷无节，这个大美人儿是谁呀？啊，她是我大表姐。大表姐？不可能，你有这么漂亮的大表姐？漂亮？哎呦，我是我们雷家长得最丑的，行了吧？那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他俩没关系啊？没关系，这样分明就是对活鸳鸯。啊，这，哎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俩都是难得一见的抠门鬼。哎，你想啊，我大表姐虽然是个富贵千金，但她视财如命的很，肯定得找个门当户对的，怎么可能看得起萧瑟嘛？有道理啊，你大表姐确实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，还是豪门千金，应该是看不上萧瑟这样又没钱、说话刻薄嘴还毒的讨厌鬼的哈。看不上。几日不见，大小姐的口才又长进了不少啊。你也有长进啊，2个大美人围着你。叶姑娘和大表姐来看我，是因为她们心地善良。那你来看我，又是为何？我怕你死在这儿，省得到时候别人说我们雪月城见死不救。我要是死了，横竖也赖不着雪月城，怪就怪我自不量力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你不是轻功很厉害吗？遇到危险怎么不知道跑，不知道躲呢？还有，你就不该跟雷无节出来闯荡什么江湖，你又不会武功，那现在快把命都搭上去了，就为了那500两银子，你还天天说人家小行货，你才是那个最蠢最笨的大行货。你要不喝口水缓一缓？我不喝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那你继续说。萧瑟，我不是故意要气你了，我是想找我爹来帮你疗伤来着。大是亲，骂是爱，大小姐可是很关心萧瑟呀。别胡说。还有一句话，叫关心则乱。叶姐姐，你怎么也跟着瞎说呢？我找我爹去了。萧瑟的事儿你别担心，我找我爹去，你不用去闯阁了。不，我还是要闯。我闯阁不只是为了萧瑟，也是为了我师父。我还要见一个人，而要见这个人，我就必须登顶。别的事情可以，唯独这件事情不行。别的事情，刚好有别的事情找你。有事儿想让你爹帮忙，你想到我了啊？臭丫头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你？你还说我呢？你堂堂一个雪月城3城主，说走就走，找你救人都找不到。救人？嗯。什么人呢？你给我去就知道。等，我枪还没拿呢。
走吧。走。无心。人呢？难道我看错了？哦，好香的酒！老板，有老板在吗？哎，反正没客人，尝尝。哇，这学成了酒这么好喝，再来一碗。玉梦清虚桂子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也上楼头弄玉箫。你是何方神圣？一个妄图酿出孟婆汤的酒鬼罢了。尝尝这个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什么热？恭喜，你的火灼之术破境了。你每喝一口我的酒，便能多上登天阁一层。哎，别喝太猛了，别喝醉了。不会醉。都跟你说了，别喝那么猛。出来吧，朋友。怪不得有故人之子，原来是故人之子。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叶安世。好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，百里叔叔。你来找我，无非是想问我当年之事。说吧，你想知道些什么？我只是想问，我爹和我娘的事。世人皆说，叶鼎之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。可在我眼里，他是个至真至善、至情至性之人。我们初相识，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、鲜衣怒马的少年郎。他是一个武痴，也是一个情痴，终其一生都为情所困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她是叶鼎之的宿命，也是劫难。不提也罢。你是说，我娘？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若不是当初他突然抛下你们父子回了皇宫，叶鼎之也不会率魔教东征。最后，不知来生他是谁，饮汤便忘三生石。要是我能早点酿出孟婆汤就好了。
这世上真的有孟婆汤吗？我还差最后一味药引，等我酿成，你来陪我喝一杯，可好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雷无节。叶姑娘，怎么？你有话想对我说？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。叶姑娘，自从我第一次在美人庄见到你，我就会经常想起你。每次想起你，心里总是暖暖的。你说你先天心脉不全，需要一直留在雪月城治病。我会寻遍天下名医，治好你的病，一直保护你。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很可笑，我没有萧瑟长得帅，也没有吴兴武功高，但我会努力的。等我有一天成为剑仙，然后呢？然后，等你成为剑仙，说不定我都已经老了，说不定那时我已经嫁给了萧瑟。你当真喜欢萧瑟？就算如此，我也一定会一直保护你的。一辈子太久，你舍得让我等吗？我要你现在就许诺。叶若依，我会让你喜欢上我，那时我雷无节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我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。我会守护你的，让我来守护你吧。怎么是你？难道昨晚也是你？不然是谁啊？那我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？听见了？都听见。都听见了。我也听见了。来，叶姐姐听到你说第二句话，咻的一下就跑出去了。我去闯阁了。就走啦？怎么叹气啊，爹？君王不好吗？萧公子，你这心伤倒是能治，但是你这旧疾……旧疾？什么旧疾啊？按照你的修为，原本还有一步就能练成逍遥天境，只可惜你的引脉被别人打断了。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爹，引脉受损，可有药医？那倒是有。蓬莱仙境，天外仙人，不问天数。哎，钱洛。啊！爹有话要对你说。你在外面历练了一番，逐渐沉稳起来了。以后啊，这令牌就由你来守护。我不接。听话。爹，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接。我不管那个六皇子是谁，那都是你们上一代的事情。我们自有自己的新江湖。况且，我司空千落，只守护自己想守护的人。坏了，雷无节闯阁都闯到14层了，我守阁去了。放下了啊，我守阁去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这臭丫头，爹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这个。哎，别踹我！你别踹我的！大小姐来了！雷家堡，雷轰门下弟子雷无节，
前来闯阁。大师姐，要是打不过我，就没资格叫我师姐。我前来闯阁的初衷，是为了完成我师父的心愿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名声和利益。所以，若真要跟大师姐动起手，也请莫怪。雷无节，你确定你有能力与我一战？若是换做以前的我，的确比不上大师姐。不过呢，这一路走来，我经历了很多，也学到了很多，所以，即便是输，我也会拼力一战。火灼之术，第4境。离火！大师姐，得罪了。哎呦，不愧是雷家堡无方拳，这拳术恐怕是到第9层了。大师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刚才就随便挥了一拳。你太厉害了！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走吧。大师姐，你这演技也太浮夸了。这里面就我们2个人。哎，你要放水就放水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要是敢告诉别人，就死定了。谢了，大师姐。谁呀？是我。还有没有规矩了你？话都没说完你就跑。爹，站好！你偷偷跑出雪月城去当土匪的事儿，还没有算账呢。你回去好好想想。来人呐！我肚子疼，我要上茅房。哎，我不肚子疼了，我要吃面，我要吃那个城门口的牛肉面，不吃城门口的牛肉面我就饿死自己。我不吃，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！大小姐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们了。3城主让你好好闭门思过，你走了，3城主会打死我们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关死我算了！小四，你睡了吗？小四，你睡着了？小四，你该不会是死了吧？小四，怎么不理我呀？和尚，你再不管我，我就真要死了。小四，你不会真的死了吧？小四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要闷死了！小四，大表姐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当然了，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。之前我的确是有点讨厌你，不过我发现你人还是挺好的。嘿，我爹也真是的，整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什么都不让我干，就知道把我束缚在雪月城。
有些东西失去了才明白珍贵。你说的对，要是我爹他突然不关心我了，我也会很难过的。但是，就拿这件事情来说，他们上一辈人要守护的人和事，为什么非要丢给我呢？上一代的事情就应该留在上一代，老纠结着过去不放，还怎么往前走啊？没错，抓住了往事，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？雷家堡弟子雷无节问见雪夜剑仙。好，我已经来了。你不出剑吗？这个就够了，出招吧。我有一剑，名曰杀父，请剑仙赐教。学艺不精就敢问剑，你师傅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啊！姐，这样偷懒，以后如何与阿姐一起并列江湖？练不好剑又如何？反正我们现在也很快乐呀。不，我们一定要成为剑仙。哇，无姐，姐姐要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从今日起，我随母姓，改名李寒衣。姐姐，我要前往剑心冢，跟随外公练剑。这些年，姐姐醉心练剑，成为雪月剑仙，恐怕早就把我给忘了吧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一直关注着你的成长。只是身为城主，有些事情身不由己。没想到一晃数年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我这次来，是为了我师父雷轰，他病情愈加严重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见一次最美一剑月溪花尘。雷家堡弟子雷无节，望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见我师父雷轰。你既闯了登天阁，按规矩就是我的弟子。那一件月溪花尘，我交给你，你亲自带给雷轰吧。可我师父想见你使这最美一剑，姐，你就跟我去雷家堡吧。不去。哎，姐，姐，该找上门的还是找来了。司空城主，这一剑之美，可不仅仅是剑美，背后更有一段爱情。你就是道剑双修的赵玉珍。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姑娘？你就是啊。我是雪月城李寒衣。李寒衣，好清冷的名字。我想问问你的剑。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我等着吃桃子呢。要来问剑，等我桃子熟了再说。我让你吃个屁！
仙女，小仙女，下次可还来？3月之后，再来问见于你。好，3个月后，我在桃树下等你。师傅说的对，漂亮的女人都是会骗人的。约定之期已过，小仙女却没有来。喂，小仙女，你来了。你为什么总喜欢戴着面具？拔剑。看来你换了新的佩剑。拔剑。你也把面具摘了，我就拔剑。你。可以了吧？出剑吧。月西花城。去。见了这一剑之美，从此我雷轰不再涌泉，不成剑仙，誓不出关。那后来呢？我姐她去赴约了吗？赴不赴约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2个人，一个死也不说，一个死不出门。这2个人，司空城主，萧公子，萧瑟，你好了。某人欠我的500两还没还，我怎么舍得有事呢？啊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哎，走，咱们现在去找我姐拿银子去。走。走了。慢点儿。姐，这是我初入江湖时所用的剑。名唤听雨，给你了。听雨，好好听的名字。姐，这剑虽是好剑，可它拔不出来啊！是不是你太长时间没用生锈了？这是外公李素王所铸，是一把有灵性的剑。你要想拔此剑，必须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拔剑的理由。对了，姐，你有500两银子吧？不务正业。大表姐，我带你逛逛我们雪月城，这里有好多好东西。走走走。大表姐，我们雪月城热闹吧？萧瑟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喜欢叶姑娘？也？哎呀，原本不喜欢，但你这么一说，我发现叶姑娘好像确实不错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轻浮啊？
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我当然喜欢。哦。哎，既然你伤势见好了，咱们就公平竞争。不必。哎，你姑娘，来随便看看啊。这女孩子家的东西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大师姐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想挑个礼物送给喜欢的女孩，你帮我看一看吧，一定要最好的、最贵的那种。朋友，那你爹告诉你那个朋友，你就说，只要是诚心的，哪怕是路边的狗尾巴草，河边的鹅卵石，亦或是清晨拂过他面庞的第一片柳叶，只要是他送的，都会喜欢。真的吗？啊，狗尾巴草、石头、柳树，太好了，谢谢大师姐。大表姐，你帮我挑个簪子。我戴这个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师傅，那个女子的眼神很像那个妖僧。这位姑娘，好生面熟啊！无双城的人跑到我们雪月城来做什么呀？怎么，你们雪月城的人还怕我们无双城的人来吗？当然欢迎你们来了。我们雪月城的街景这么繁华，这么热闹，想必你们无双城太过冷清，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这位姑娘，我们是否曾经见过？何否一睹芳容？好你个老色鬼，你有没有廉耻啊？啊，还想一睹芳容？你现在想得美呢你，知不知道羞耻啊？一把年纪了，还对我表姐上下其手、动手动脚的，滚回去！表姐，不要理这个老流氓，咱们走。师傅，云飞，去查一下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。是。公子，查到了。公子不要再查了，我知道你故意暴露自己，就是想引出幕后主使，可你这次差点就……无论白小棠如何查，结果依旧如此。当年琅琊王被诬谋反，他的确是自尽。琅琊王害怕与明德帝之间的兄弟猜忌，会影响到好不容易稳定的北离社稷，为了大局，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对了，暗河的杀手是赤王派来的。不仅是赤王，我怀疑背后搅动风云的另有其人。黄金棺材的消息是从宫里传出来的，或许背后之人与琅琊王案有关，还有暗河的杀手，非我武功的人。父皇，你听说了吗？楚河出现在雪月城了。禀父皇，儿臣也是刚知道。你亲自去一趟雪月城，务必把萧楚河
给我带回来。你告诉他说，朕已经赦免了他，只要他能够回来，这太子之位就还是他的。去吧。儿臣遵旨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父皇最中意的还是萧楚河。你竟没死，那就只好让你再死一次了。我萧瑟的脑袋到底值几个钱？能让你们暗河的人3番5次的来杀我？那就只能怪你命不好了。雪月剑仙，你们雪月城是铁了心要护他吗？他是何人与我无关。想要在我雪月城里杀人，得先问过我的剑。这跑得还挺快。哎，姐，你当年是不是就用刚才那一剑打败了魔教教主叶鼎之啊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我要闭关3日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姐，萧瑟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你姐可是当年围攻叶鼎之7人里，一心想要杀他的人。糟了，吴昕不会要找我姐报仇吧？吴昕，如果你真要报仇，我愿替姐姐偿命。无双城宋彦回问见雪月剑仙。雪月剑仙在闭关，谁也不见。你就是那个挑战2次都失败的无双城城主？八戒，我都说了，我姐姐在闭关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既然你要守护，那我便踏着你的尸体进去。无双城宋彦回问见雪月剑仙。怪不得挑战2次都失败，趁人闭关搞偷袭。你们无赖城只会搞偷袭，找死！姐，小杰，宋彦回，我曾经伤过一个人的自尊，所以你每次来挑战的时候，我都会让你3分。我要的从来不是让，而是认真一战。那好，我便如你所愿。是我输了，
告辞。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傻小子，自己都顾不上，还想着别人。你拔剑了，拔剑之时，你心中所想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想着，姐你有危险，我要保护你，然后就拔出来了。跟我来。当年因评判有功，琅琊王萧若风册封4人为天启4守护，分别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为代号。现在我将母亲的青龙令牌交给你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这一代的青龙使。那这天启4守护要守护的是什么东西？本来天启4守护是个虚职，后来因琅琊王的请求，传习天启4守护令牌之人要担起守护那个承载着王朝未来希望的人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是那个失踪的六皇子萧楚河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直到我看到你因为守护的意志而拔出了听雨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要。既然是母亲的遗命，那我自当奉命而行。况且，六皇子是如此大义之人，我雷无节敬佩他。好。可是六皇子要到何处去找啊？你不知道？我是该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那位六皇子其实比你也大不了几岁，当年在天启被贬后，遭到仙家的伏击，被废去了一身的武功，从此在江湖上就销声匿迹了。啊，那岂不是要我到处去找？这无疑大海捞针啊！其实你不必去寻他，当他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，你一定就在他的身边。真的？这是调理的药方，你虽无性命之忧，但仍有隐脉需调。叶姑娘费心了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何如此费心。永安王殿下，叶姑娘不用费力气了。你要找的那个人，早就死了。陛下早就赦了他的不敬之罪，还封他为永安王。可他迟迟不肯回天启，却躲在这雪月城。皇宫深深，哪有江湖逍遥啊？也许他进城时受伤昏迷，若有的选，他也未必进城。听闻他进了雪月城，我本以为他还有帝王之志，哪怕是为了琅琊王。琅琊王当年被诬谋反，2大剑仙怒指圣上，都无法力挽狂澜。他一个武功全失之人，与废人无异，又有何神通呢？来不及了。当他踏入雪月城中，陈凤的一切都开始运转。陛下病重，朝野间都传，陛下要在龙凤卷轴上写下储君之名了。而我们都知道，那上面本该是萧楚河的名字。如果萧楚河还能回来，还能站在我面前，我和叶自莹将帮他重回天启，拿回属于他的一切。他俩说什么呢？什么天启？什么拿回一切？钱路，你可是雪月城的大小姐，偷听门缝算什么呀？没出息！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他俩到底有什么好聊的呢？无论如何，多谢叶姑娘这段时日的照顾。我照顾你，也是看在千落妹妹的面子上。你心思深沉，日后千落少不了为你苦恼。那些江湖朝堂之事太过危险，一个客栈老板如何护千落周全？
千洛，叶姐姐，你俩接着聊，我就是路过。千洛，没什么好聊的了，只是我误以为他是我儿时的一位故人，但今日一看，是我认错了。这里没有为天下而战的萧楚河，只有某人喜欢的客栈老板萧瑟。某人？什么喜欢？我没有喜欢。真的？那看来是我白担心了。叶姐姐，这世上没有谁是谁的附属，也没有谁一定是谁的守护。千洛是个好姑娘，日后定会成为枪仙，自为高峰。至于我们，若是有缘，定不辜负。师傅，怎么样？终究还是输了。这个雪月剑仙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去一战。够了，不要再胡闹。师傅，已经查明，那女子就是无心和尚。好啊，雪月城竟敢包庇魔教余孽！无心，跑了那么远，也该停下来歇歇脚了。旁边那位施主跟了一路，也一并出来吧。好眼力！好小子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不好！无心的劫，还是无心自己来渡吧。师傅，哎，不用追了，鱼已入瓮了。都出来吧。怎么是个女子？不是说抓魔教之子吗？莫非消息有误？宋城主的消息不可能有错啊！宋城主，你不是说抓魔教之子吗？这怎么来了个娘子啊？此人便是躲在城中的魔教之子无心。如此美女，怎么会是魔教之子？宋城主，您不会搞错了吧？除非他用了罗刹堂秘术，把你面纱摘下来。看来啊，这麻烦还是要解决。他的眉眼真和魔教之子有几分相似。诸位，魔教之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们一起上！住手！你们说他是魔教之子，他就是魔教之子吗？就是。哎，要是我说我是你爹，你岂不是也要叫我一声爹？你什么你？你在进城的时候就已经百般调戏我大表姐，怎么？
现在还蹬鼻子上脸，哈！莫非你是死心不息，还想继续非礼我大表姐？你姐可以拜我，但你不能。我就说呢，今夜雪月城如此热闹，原来是无双城的宋城主到了。拜见枪仙。不知道宋城主来我雪月城所为何事啊？自然是关于魔教之子的事情了。魔教之子？难不成会在我雪月城？哼，不知司空城主是不知道，还是故意包庇？我算弄明白了，原来宋城主来我雪月城是来找我问责的。魔教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司空城主，我看您还是把人交出来吧。难道父亲是魔教教主，那儿子一定是小魔头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寒水寺的住持忘忧大师就是被他杀的吗？他把罗刹堂32秘术学成之后入了魔，杀了忘忧大师，不是吗？真是可悲，人云亦云，道听途说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这无心杀了忘忧大师？话不多说了，司空城主，今日你这人是交还是不交？交还是不交，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我说了算。你口口声声说这魔教之子在雪月城中，可自始至终，我看到的只有我雪月城的百姓，并没有你所说的什么魔教之子。倒是你宋城主，如果你想利用魔教之子扰乱我雪月城的话，恐怕你这无双城的城主也当不成了。你，白王殿下驾到！见过白王殿下。都起来吧。本王无心插手江湖之事，今日前来，只为会见一位故人。不知雪月城和在场的诸位英雄豪杰，能否给本王几分薄面？白王殿下见笑了，不知您想找的是哪一位？殿下小心。好久不见，萧楚河。原来你是萧楚河，也就只有你不知道了。你也……原来父亲让我守护的六皇子就是萧瑟。我们兄弟二人似乎很久没有像这样坐在一块喝茶聊天了。是啊，上一次还是我离京以后，准确的说，是琅琊王谋逆案以后。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，我喜欢向前看。真的过去了吗？跟我回天启吧。小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天启是全天下最好的地方。等我长大离开以后，方知天下之大。还请白王转告父王，我还需游历一番。为何？我觉得江湖比庙堂更有趣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因为你结交了新的兄弟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个白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白王萧崇，因大皇子早夭而成为实际上最年长的皇子。传闻他天资聪颖，谋略过人，深得皇帝宠爱。可不知为何，突然双目失明，从此之后深居简出，因此少有人知道他是个盲人。哎呀，这也太可惜了。一步障目，不清眼前人，却闻天下事。白王虽然目盲，但心不盲，才干依然胜过大多数皇子，也是第一个被封王的皇子。哎，那他为什么突然来找萧瑟？还有之前那些杀手，到底是不是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说来也巧，白王突然出现，
我的朋友才能这么容易脱身。没想到，你真的和传说中的魔教之子结识为朋友。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萧楚河。瞎子，瞎子，你个瞎子，看我揍不揍你！不许欺负我二哥，假模假样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这件事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滚吧！大多数人都认为瞎子即是蠢，魔教之子即为恶。我不愿囿于成见之中。我跟你一样，体会过荣宠一生的感觉，也感受过一落千丈的滋味。当年你跟父皇之间，不过是一时的意气之争。意气之争？你当真以为琅琊王案是真的谋逆吗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父皇已经放下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我放不下。你知道皇叔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你跟他感情深厚，有句话很残酷，但也很现实。自古皇家无父子，帝王家中少兄弟。所以，二哥也没打算认我这个兄弟。那我何苦还来这里？你当初就不该触他逆鳞，事到如今，也不必逼我表态。我到底怎么想的不重要，琅琊王当年是不是真的谋逆也不重要。重要！琅琊王当年拼死护他登上皇位，一个全天下最不能谋逆的人被安上了谋逆之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明眼人都知道为什么，你更不会不知道。琅琊王原本深得人心，可他出事之后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替他说话，只有你这个傻子。是，我是个傻子，当年是，现在也是。只有我这个废人，为了一个死人，讨回公道，平反昭雪。照我看，此事几乎毫无希望。什么帝王心术，还不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？什么帝王霸业，还不是为了守住他的位置？六弟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有些话我可以当作没听过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父皇会赦免你的罪过，你依旧是那个天之骄子。我又没有罪，谈何赦免？在他心里，没有兄弟之情，也没有骨肉之情，有的只有无尽的猜忌和怀疑。这样的家，我不回也罢。看来你还是对当年被贬之事耿耿于怀。琅琊王谋逆案，对于我，是私事，也是攸关北离的家国大事。我必定会追查到底。萧楚河已经死于雾林之中，现在只有客栈老板萧瑟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从没想过害你。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？你说我不想认你，可我怎么觉得是你已经不需要我了？萧瑟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你再不出来，我俩都要硬闯了。可他好像不需要你的保护。是啊，
我又没说要你保护，是你非要跟过来的。你们，行，我自作多情行了吧？不对啊，哎，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，我还莫名其妙欠了你500两。哎，这个小夯货。你今日为何不跟白王回天启？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。我知道你心里已有计划。如果要调查琅琊王谋逆案，回天启调查，岂不是更方便？我之所以要查清琅琊王案，不仅是为了找出当年谋害我的人，更是为了揪出背后搅动风云的人。如此奸佞不除，无论谁登上帝位，北离都将不得安宁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萧楚河。只有你这样心怀天下、深谋远虑的皇子，才能担当社稷之重。我可没说我要当这个帝王。你这股绝劲儿，和雷无节简直如出一辙。我和我爹的双刀叶子营，是你永远的后盾。无论何时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叶子营便会为你冲锋陷阵，在所不辞。我也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无双哪儿去了？他说要再买些糕点带回无双城。这孩子，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他吧。王长老、吴长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城主大人要回城，我们2人特来迎接城主。大长老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为了让无双城重新崛起，我们已经等了太久。现在看来，你绝非那个能够带领我们无双城重回巅峰的合适人选。叶回啊，这论能力，你有忠心之相，却无忠心之才；论武功，你接连挑战李寒衣3次，但是却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。2位长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师父为了无双城殚精竭虑，为此荒废了他的剑术。你们怎能落井下石？哎，玉妃，不得无礼。我承认这些年我做的确实不够好，时机一到，我也愿意退位让贤。既然如此，那回去之后，你便把城主之位禅让给你的师弟叶涛松。叶涛松，他并不是我心中最合适的人选。哼，你不就是想让你的宝贝徒弟无双继位吗？无双怎么了？放眼整个江湖，还能找出第2个这样的人吗？年纪轻轻，他便能使用无双剑匣，假以时日，他定能成为剑仙。他绝对能担负复兴无双城的重任。无双确实天赋异禀，但他胸无点墨，目无尊长，绝非无双城主的最佳人选。这说到底，无双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，我们无双城这100年的基业，绝不能交到他手上。识相的话，就应该把城主令牌交出来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接应，是想逼我交出城主令牌？你的剑还未到剑仙境，而且你刚刚还受了重伤，你不会以为你能抵得住我们2人的合力一击吧？无心，小魔头，我们放你一马，你竟敢来插手我们无双城的家务事！小僧只是看不惯你们联手欺负一位重伤未愈的老人罢了。家务事他没资格，我有没有资格？您说，请说，
风萧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陪2位长老好好玩玩。无双，不得剑指门派师长。宋应回，你可真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！黄口小儿，就算你能操纵无双剑匣，没有我们2位长老的认可，这无双城主你也当之不得。哼，是吗？师傅，这次可是他们先动的手。他居然能操纵10柄，不错。我想剑匣尽开，13柄剑禁用，也已经指日可待了。怎么样？我配不配当城主？配的，配的，配的！还不快滚！走走走。这令牌交给你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无双城的新任城主了。师傅，其实我压根儿不想当什么无双城城主，我只是喜欢练剑。但是，我知道师傅您一心想复兴无双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好。哎，和尚，你来做什么？难不成是来找我比试的？小僧只是想向宋城主请教一些事。无心借一步说话。无双，买什么糕点啊？什么都有。辛苦你了啊，买这么多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并非是针对于你，我只是想让无双城重新回到天下第一的位置。你无需多言，有些事我心里已有答案。你想问我什么就说吧。我爹叶鼎之当年已经率领魔教大军攻入天启皇城，但为何还会被围攻在草庐？当年叶鼎之差点就杀了明德帝，最终输给百里东军半掌。听闻叶文军要去草庐找他，所以百里东军带着叶鼎之去了草庐。可江湖各派岂能不追杀他？没有，没有。宋大哥，就这样让那个大魔头跑了吗？我们也都不知道这草庐的所在，还是回去重新商议一下再说吧。我知道。碎空刀，王仁孙，他俩之前都是叶鼎之最好的挚友。王仁孙一直劝说叶鼎之不要东征，最终叶鼎之没有听他的。王仁孙现在在何处？于田国大梵阴寺。告辞。雪月城，我还会回来的。你回来是为了学武功，还是追女孩啊？我都要，不行吗？这么说，是小僧耽误你正事儿了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与朋友一起闯荡江湖，那也是我的人生大事啊。朋友？对啊。哎呀，我以前就答应过你了，要陪你一起去的，一约既定，万山无阻。知道我要去大梵阴寺干什么吗？你想去，肯定有你的道理。你想说的时候也自然会说，对吧，小子？还是你最了解这个和尚。那可不，
我们可是好歹也经历过好几次出生入死的兄弟了。这大师姐也不知道出来送我们一下，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。说谁没有人情味儿呢？叶姑娘，哎，你上好了。哎，谁叫俺啊？那怎么的？我还要尊称你一声六皇子殿下呗？居然骗了我那么久。叶姑娘，谢谢你来送我。哦，对了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若是枪仙治不好你，你就去雷家堡找我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久闻雷家堡盛名，我想将来一定有机会去拜访的。还有你们，一个两个的都是大骗子。我要不是男扮女装，大小姐还会和我成为朋友吗？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起初呢，我倒觉得你是个危险人物，不过没有想到，你这魔教之子也还有纯良的一面哈。我们并非有意隐瞒大小姐，大小姐心直口快，是优点，也是缺点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也要像你一样，藏着掖着喽？嗯。没错，我接了我爹的令牌，可那又如何？我可没像你一样藏起来。藏？萧楚河是我的过去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萧瑟，一个穷困潦倒的客栈老板。这段时日，感谢青仙和大小姐对我的照顾，萧瑟感激不尽。你这突然好好说话，我还有点不习惯了呢。反正呢，无论你是萧瑟还是萧楚河，我司空千落，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和自己的判断。原来大小姐不仅心直口快，而且还心明眼亮。其实，你不必被天启寺守护所束缚，你只需要守护你自己珍视的人就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能被你守护的人，还挺幸运的。行了，走吧。叶姑娘，保重啊。唐门三老竟然都来了！你们唐门不是雪月城的盟友吗？怎么到了自己家都不进去？难道是在此等着伏击我们？哎呀，看来啊，又是冲小僧来的。哼，不愧是魔教之子，本事大得很。你在雪月城里藏了那么久，连无双城的人也奈何不了你，但我们唐门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祸乱江湖。哼，一个个说的冠冕堂皇，说到底，还不是贪图吴心身上的武灵秘籍？想不到大师兄所在的唐门，竟是这么虚伪。哼，废什么话，出招吧！我来。火之术，进！就这，火灼之术第6境，迦楼罗。李立长，无方拳和天下第一的无极棍，的确是能抵挡一阵子。但是我们唐门的暗器不仅仅如此。
唐门三老是想一起死在这儿吗？滚！姐姐，你这点功夫怎么让人放心？哎，姐姐，我肯定会好好练剑的。再说了，有2个我的好兄弟在呢。去吧，早点回来教你剑法。好，姐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。好好练习，乖。好好练习啊！你们2个什么意思啊？我何时没好好练习啊？放这儿吧，小心点。下去吧。哎，小姐，这是雷公子送您的礼物。叶姑娘，希望你喜欢我送你的礼物。等到杨柳生絮，海棠初开的时候，或许我们能再相见。叶姐姐。这是什么呀？他们说，这是雷无节送我的礼物。只要是诚心的，哪怕是路边的狗尾巴草、河边的鹅卵石，亦或是清晨拂过他面庞的第一片柳叶，只要是他送的，都会喜欢。真的吗？啊！我见过傻的，没见过这么傻的。你还笑啊，叶姐姐？难不成喜欢这些礼物啊？重要的不是礼物，是心意。也是，这自古以来，这些王侯将相们一掷千金，可其中又有几分真心呢？雷无节这臭小子，虽然傻乎乎的，哎，这个就是望城山。望城山怎么了？这么兴奋？望城山有个道剑仙。怎么，又要问剑啊？我不问剑，我就是想见一见，这个让我姐姐惦记这么多年的道剑仙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听说这个道剑仙30年不下望城山一步，所以我才问。
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去找我姐姐？他难道不知道我姐姐的心吗？这个孤剑仙是个情痴，道剑仙不会是个负心汉吧？他要是个负心汉，那我就向他问切。什么人？雷家堡雷无节拜会道剑仙。啊，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，这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萧老板，这位是聪明善良的无心和尚。有礼了。师傅不在。那你师傅去哪儿了？师傅下山了。下山？他不是不能下山吗？师傅他……这什么情况？你们可知道替身？替身？道家奇门术，做替身为主体，消灾抵命，瞒过天道，这就是所谓的宿命。师傅以生辰八字选择这个桃木人做替身，以心头血养了3年，为保万无一失，几乎是散尽了自己所有的修为，全部汇入到这个替身之中。师傅，自从小仙女走后，这棵树就如我一般，半死不活的活着。这么多年，又一次开出了桃花。桃花开了，我要下山了。师傅，你非要下山吗？去意已决。师傅，我怕什么？我不会死的。既然结束摆在那儿，那就提前去打破它。老是躲在这山上，算怎么回事呢？你们护好阵法。小仙女，我来了。想不到这道剑仙还挺有胆识啊，倒是不枉我姐姐念念不忘他那么多年。看来我们与这赵真人也是无缘。哼，继续赶路吧。啊，走，下一站大梵音寺。哎，你说赵真人这个时候和我姐姐，他们……小仙女，你说过要带我下山，我在望城山上等了你1年又1年，你总不来，我就只好自己下山来找你了。瞒不过天道，会如何？不重要，我只求能再见你一面。小仙女，我很想你。10多年都过去了，我已经不小了。在我眼里，你一直都是小仙女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要瞒过天道，可不容易啊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就带你去山下的凡城。听人们说，山下的世界很精彩，一路走来，我只觉得吵闹。小仙女，你不在我身边，
我既无心欣赏美景，也无意品尝美食。来日方长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和尚，偌大的于田国，你连大梵音寺都找不到，去哪儿找你的故人？我们随便找人问问就好。哎，这有个和尚，这于田国的和尚可以喝酒。想去大梵音寺，跟着这个和尚就好。哎，吴昕，你，他跑这么快干嘛？若没猜错的话，他就是吴昕要找的人。走。这和尚跑得也太快了。哎，那是不是就是大梵音寺啊？就是这儿。啊，这名字听起来挺霸气的，怎么看起来这么破败？好像马上要倒闭似的。西域佛教讲究苦行，衣不能穿暖，饭不能吃饱，唯有苦行，才能获大功力。衣服可以不穿，饭可不能不吃饱，这也太苦了。小行货。不过呢，我倒是越来越佩服这个无心和尚了。是吧？哦。哦啊，肖老板，我也佩服你。小子，你看，这什么刀法？一刀碎尽长空，号称霸刀一出，刀意3日内尚有一息留存的碎空刀。碎空刀，早在12年前，那可是名列天下的3把刀之一。这么厉害！哎，无心！你这一次怎么不砍下去了呢？是你。你长大了，12年过去了，你不是当初那个小童了。12年前的事儿，我都还记得。我记得你与我爹一同教我射箭，我还记得，我总骑在你肩膀上揪你头发。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家，一把碎空刀耍得出神入化。哼，我还总吵着要向你学呢。还记得什么来着？我还记得，你背叛了我爹。我一直在想，你长大了会不会来杀我？我问王游大师，他说凡事皆有因果。跟我抢一堆佛力，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假和尚，根本听不懂那些道理。后来我想，
如果你来杀我，我会做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把刀递给你。无心。哎，无心，无心，他去哪儿了？雷无节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和尚每一次走，都不打算带我们？好像是这样。那我们这两个人质，为什么还要死皮赖脸的跟着他呢？对啊，二位仁兄，怎么还不走啊？你个……接下来我们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租几匹马。我可没带钱哦。走吧。啊，走。这个和尚，真是邪了门了。萧瑟，你有钱吗？没有啊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在于田谷，莫非前面这间寺庙，便是他出生的地方？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儿，今天我就送你回家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立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我不会死的，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去。你此刻才像是一个高人。高不高手都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
还有一件事，我选择与你们二位同行，的确有我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我修成仙。 又如何？罗刹堂已经被老和尚毁了，若我死后，其武功必定失传，所以，我打算教你们二位，每人一门武功。什么武功？我要教你的，是大罗汉伏魔金刚无敌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！明明是很能装的名字。 哎，对了，他呢？你教他什么？我只会一点逃跑用的轻功，打拳什么的我可一点都不会。你能教我什么呢？对了，水上漂，我可以选这个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学不会，学了你会从半路掉下来，因为你心思太深。飞天踏浪神通。 你们罗刹堂取名这么随意的吗？有很多名字在武功秘籍里被抹去了，我随便起的，不行吗？行。那你到底教我什么？我要教你的是心魔引。 无禅大师，雪月城传来消息，说吴昕等人已经离开雪月城，前往大梵音寺了。奇怪了，雪月城的人为何会庇护魔教之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甚至不知道，是不是还要抓他们回九龙寺。大梵音寺离九龙寺不远，待我稍后禀报大觉禅师。 我们可以一同前往。雪月城的来信上还写了什么？师尊只给了我这几个字：平心而动。我也不知道平心而动是什么意思。无禅大师，平心而动，在佛门可有解释？佛曰。 随心，随性，随缘。随缘。哦，对了，无禅大师，你觉得吴昕是个怎样的人？小僧很小的时候就随大觉禅师去了九龙寺，之后同吴昕师弟甚少见面，不甚了解。 但有一件事情，至今印象深刻。哈，破，哈，呵，哈，哈，呵，回，哈，呵，哈，哈，哈。 吴昕师弟，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是，只是伏魔之心如此之重，与魔又有何异？除魔卫道本来不就是应该的吗？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的不是外魔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无禅大师亲言，我甚至不信。 这是一个5岁孩童能说出来的话。我自幼出身唐门，门规森严，12岁时
便被送往内房6门学习心法毒术。16岁前，就已学会了外防32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莲，明日我就回美人庄了。不必想得太多。当你遇见之时，心中那刹那的反应，便是你的心。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。家？嗯。王幽，我杀1人，我们救1000万人。纵使这人无辜，你杀是不杀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况且他还是个孩子。他们杀了我阿爹，我要把他们全杀了！王幽，此子天生魔心，若将来他为祸天下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这个因果，老衲一人担了。好。伞可以遮得住天上的雨，却遮不住心里的雨。索性，我们就让雨水洗洗我们的心灵吧。总会雨过天晴，云淡风轻。12年期限已到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如此恶行！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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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许这人无辜，
救不如杀，救不如杀，救不如杀。一念成佛，一念生我。无心，你要干什么？方丈，方丈！无心杀了方丈，无心杀了方丈，杀了方丈！老和尚，一路走好。傻孩子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老和尚，你该回自己的家了。寒水寺就是无心的家。寒水寺不过是你暂时栖身的地方。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自己的家了。你的家是个自由的地方，是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老和尚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只想回寒水寺。唉，你真是个傻孩子。也就是那些人觉得你会成为颠覆天下的火种。请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其实，我一直觉得我们不是师徒，我们不过就是相互陪伴着走过一段路罢了。如今，师父的路已经走完了，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。回家去吧，老和尚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勿忘初心，切莫回头。看，他们来了。300和尚在这荒山脚下诵经超度，比皇家的祭天大典更多了几分禅意。原本我以为我会做一个玩世不恭又孤傲于世的神仙和尚，哼，没想到啊，居然连一个老和尚都这么舍不得。失策啊，失策！别装了，你这和尚，刚才我们可都看在眼里。但老和尚也说了，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走。
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句话，我不认同。好。以后的路，倒也未必你一个人走。是啊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一起走。走，走吧。师父，我曾经以为，只有您在身边，我叶安氏才能一世平安。所以，这一路我带着您的舍利，假装您未曾真的离开。不过，现在我有了2个好兄弟，前路虽然凶险，但有他们在我身边，我相信，我一定能走下去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当下就是你最好的选择，不思过去，不思未来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都盯紧了，师父交代过，法阵千万不能受凡事触碰。都坚持一下，待香燃尽，法阵便成了。那年，其实我去望城山上找过你，但你因闭关修炼被打断，差点走火入魔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吕掌教说，每次你动起下山的念头，都会出现意外。他也曾妄图修改你的命格，却因此遭受到了天罚。吕掌教求我不要扰乱你的道行。我也觉得，似乎是我害了你。不，我这一生从未属于自己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生命的天境才出现了光亮。小仙女，你是我的挚爱，也是我的执念。对不起，是我食言了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？听说雪月城的风花雪月最为动人，为我取一壶吧。等我。终究是逃不过。
他们这是？大觉禅师，九龙寺住持无禅师兄的武学师傅。这就是要把你运到这儿的大觉师傅。来者不善啊！大觉师傅，无心师侄，许久不见，你可曾记得老衲与你是何时相见？自然记得。那时候无心初入寒水寺，大觉师傅刚从九龙寺回来，与师傅论道7日后，便带走了无禅师兄。那你可知，老衲见你第一面，心中所想为何？佛家有5戒，即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邪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。我想，大觉师傅见无心的第一眼，便想破了这第1戒吧。没错，老衲见你第一眼，就想杀了你。万毒不侵，无坚不摧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就是佛门的10大绝学之一。没错，练到极致，便成就金刚罗汉之身。看来我们要有大麻烦了。怕什么？把麻烦打成不麻烦就行了。哎，小僧的事，还是小僧自己处理为好。这金刚之体施展起来极耗内力。大觉虽然修为不俗，但毕竟上了年纪，你拖他一拖，切莫正面相抗。本相罗汉阵最后一阵，罗汉归一。46人的命，都集中在大觉1人身上。如果要耗，怕是最后耗死的人是我吧？那你打算如何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就打得他金刚破裂；金刚不坏，我就打得他元神俱灭。大觉，你可知我师父为何入魔而死？就是被你们这帮伪佛陀逼使入魔。不信！慢着！你贸然冲上去，不仅会送死，还会添乱。那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一派胡言！若不是一再袒护你这邪魔，王悠悠怎会入魔？今日，老衲便除了你这魔种！无禅！阿弥陀佛！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不是魔，大觉师父，你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那罗刹堂，由魔入佛。可尔等，诸魔之心如此之盛，与魔合一。佛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佛法奥妙，放眼天下，我师父可以说，你说不得。师弟，说就说，拿命来！外出废话。大师兄，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
铲除魔教余孽，大绝状态有些不对，何错之有？不好，大绝执念太深，怕是入了魔了。你们这些魔教余孽，都该死掉！大绝吸收了6人的功力，这6人虽然大伤，但并无性命之危，反倒是大绝。走火入魔非寻常办法可依，可他现在功力大涨，若再坚持个1时3刻，那便神仙也难救。大绝禅师，你引我入魔，今日我便同你了却了这段因果吧。大绝的功力在消散，这是什么邪术，竟能化去对手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吴昕自己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昕，大绝，你几十年的修为已被我尽数毁去，但你们这佛门罗刹堂32秘术，我不会带走一分。吴昕师弟，师弟，没事吧？何苦化去一身功力？你分明有其他办法。我不了却这一身武功，恐怕天下人都容不下我。多谢吴昕师侄救命之恩。怎么说你也算是老和尚的故人，怎能见死不救？只可惜大师一身的武功尽数回去，希望大师不要怪罪。可笑啊！老衲修习金刚伏魔功多年，到头来却伏不了自己的心魔。世间本无魔，当伏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由魔入佛。12年前，我与忘忧有一场赌约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场赌约好像根本没发生过，是老衲一开始就错了。师弟，小仙，吴昕的功力真的就这么消散了，太可惜了。奇怪，这和尚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师弟，和尚，多谢诸位守护。看来是九龙寺的和尚输了。
无双城，无双。那日在雪月城，你无论如何都不肯出手，我越想越不甘心。今日，我非要跟你一较高下不可。你来晚了，他武功已经被废了。哼，我才不信！云梭，绕指柔，玉如意，去！看好了，接下来这五柄剑，才是我真正的剑。你若是能扛起这五柄剑，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去！神足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秘术，是佛法六神通。佛法六神通，和尚有点意思。这么多人护着你，也够义气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来无双城再战。哎，原来这个就是师尊所说的由魔入佛。师弟，你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渐渐获得了佛法六神通。莫叔叔，哼，你一见了我就跑不说，还下那么重的手，你还认我这个叔叔啊？莫叔叔武功那么高强，我哪伤得到您呢？走吧。哎，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问过他同不同意啊？小子，你想做什么？他本就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不回天外天，难道要回那什么寒水寺？那万一他就想回寒水寺呢？哼！无心，你真的要回去吗？少宗主，哎，莫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天外天等着少宗主回宗，已经整整12年。如今的域外16派，四分五裂，唯有天外天，尚未有一人离开。我们都在等待少宗主回宗，重掌大局。莫叔叔，我们走吧。无心，反正老和尚也不在了，寒水寺回不回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无论如何，寒水寺仍有一间禅房，一个蒲团，一本佛经，属于师弟。佛经就免了吧。其实我最讨厌念经。我教你那套拳，你每日都要练。记住了，那套拳最重要的不是伏魔，而是罗汉。千百万遍之后，便可灰中取火，石上生花。至于我教你那套拳呢，我
我希望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用的。我早就忘了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立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盼与君重逢，盼与君重逢，与君重逢。姐，你还没有等我成为剑仙，你怎么？是我无能，是我没有，是我实力不够。从小到大，都是你教会了我武功。雷无节，起来吧，你姐姐可能没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有人在逍遥园看到了他们，一个玉面白衣，手持铁马冰河；一个仙风道骨，手持桃花木剑。千里长堤，百里桃花。赵玉珍啊，赵玉珍，你可真会找地方。不仅骗过了天道，还骗过了我们。可他们怎么能承受得住9道天雷啊？赵玉珍一个人肯定是承受不住的，不过他2人携手并肩，那也是经受得起的。别哭了，擦擦眼泪，我们走。嗯。小行货，我不是来找他的，我爹找他。萧公子，雷少侠。萧公子，既然来了，不妨多留几日。对了，这李寒衣收了雷家小子为徒，我觉得你骨骼清奇，不如让老夫也收你为徒吧。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雷无节好歹还是靠自己本事打上登天阁的，他凭什么？在下不才，不过论这武艺，在江湖上也算拿得出手。可我一点内力都没有，学不成的。那没关系，论棋艺，老夫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公子是否喜欢下棋呢？喜欢谈不上，因为从来没有输过。没有输过。若是以4国为棋，整个天下为棋盘，这个棋局
不知道萧公子可有胜算？好一个雪月城啊！我来到此地，只是为了讨一些银两，其他的，并不感兴趣。这样吧，若是你愿意拜我为师，我除了收你枪术之外，再给你打造一个价值800两的牌匾，如何？800两不够。那你想要多少？800万两。等我出城之日，准备好给我。800万两啊！这城主你当得了？哎，不得无礼。好，成交。800万两！给我来！哎，从我踏入雪月城那一刻起，这盘棋就已经开始了。若是以4国为棋子，整个天下就是这棋盘。这副棋局，每一个人都是棋子，我们也不例外。还杀他吗？如果登上皇位是杀人这么简单，我早就把皇帝杀了。本王要的是无可撼动的支持和势力。如果有不属于我的时候，那就拆解它。你是说雪月城？打从黄金棺材起，雪月城就处处让本王不爽。如今，萧楚河又依靠雪月城。想要拆解雪月城，那就先从雷家下手。唐门和雷家是雪月联盟中的2大世家，唐门是您的阵营，还算听话，而雷家不同了，他从来不帮任何人，在这江湖上，不站队不抱团，那就是有罪。雷家马上要举行英雄会，宴请各大门派。那时，就让他们消失吧。萧瑟，萧，天启城4守护太过危险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您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雪月城大小姐。后会有期。
好家伙，这就是800万两的招牌吗？老板，来一碗阳春面，再来一坛老糟烧。没想到一坛怎么够啊？大师兄，那就一人一坛。萧瑟，这就是你之前总提起的雪落山庄，这也太破了。你爱来不来？其实最想来的是大师姐，可她还没出城就被三城主给拦住了。被拦住？她若是被拦住了，就不是司空家的大小姐了。哎，这就看着还不错哎。萧瑟，令牌还我。还给我！本小姐的令牌自然是要我自己保管的。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什么福啊祸呀的，遇见本小姐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料到大小姐会来找我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那自然啊，叫师姐。我就是来找你算账的，说了让你躲在雪月城，结果呢，不辞而别，把我令牌还拿走了，罪加一等。那师姐打算怎么罚我呀？师姐，罚你把这整个破客栈都给我了，然后就不许躲在这儿。我这是拜师，又不是卖身。那我管你呢，你打得过我了再说吧。哎呀，萧老板，你不能光顾着大师姐啊，那我们呢？我们都饿死了，赶紧上酒上菜啊！大小姐来找我是为了找我算账，那你们来找我是为何？哎，这个我可就要说道了啊！小子，你不是最喜欢旅途当中的感觉吗？要不要来我们雷家堡？我们雷家堡马上就要召开英雄集会，到时候各路英雄豪杰都会汇聚在此，可热闹了。好酒，一言为定。100两。我这酒我就喝了一口，你这黑店！你要是没钱的话，那我可要和你去雷家堡讨账了。耶！哎，咱们一起去雷家堡吧！雷家堡！哎，雷无节，去雷家堡之前，先把他这黑店里的酒全给他喝光。有道理。那我们今天就喝一个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好，来！雷无节一定会成为剑仙。你想，肖老板这儿都是好酒啊。来，喝。就这些，我一口干了。你小子别喝多了。佛曰：真心离妄念，谓之无形。无论是皇家之子、江湖之子，还是魔教之子，都只是虚妄的名号。无拘无束，平心而斗，这才是少年人。终有一日，我们会建立一个全新的江湖，属于我们自己的江湖。